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深信咖啡因是致命的毒品，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项实验，让一个死囚犯每天喝咖啡，另一个每天喝茶。然而不幸的是，负责这项实验的2名医生倒是先死去了。大家好，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史上有名的咖啡实验。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685年的哥德堡，一个戴着白色卷发的瑞典人士拿到了第一批登陆瑞典的咖啡豆。只有可怜的1磅，而这些咖啡豆是被当作药品进口的。由于价格昂贵，而通常只有男人才可以喝到这种神秘的黑水。1697年，年仅15岁的卡尔12世登基成为了瑞典国王。正因为他年少即位，于是波罗的海的周边国家俄国、波兰、立陶宛联邦、丹麦等结为同盟，找各种理由向瑞典宣战。年轻气盛的卡尔12世亲自率军，成功的拦截了各方侵略。1706年，甚至反攻进了波兰境内。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卡尔率大军准备进攻俄国，结果命运总是如此相似。后来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是如此。Winter is coming。1709年的俄国迎来了寒冬，卡尔12世不得不逃到土耳其寻求帮助。后续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卡尔12世从土耳其归来的时候，他和他的部下已经离不开这种神秘的土耳其黑色饮料了。他们带回的不仅有咖啡，还有土耳其咖啡设备和新的喝咖啡习俗。慢慢的，咖啡在中上阶层流行开来，甚至到普罗大众。于是咖啡出现在了早餐中，人们不再一大早喝着啤酒就着面包。城市里渐渐少了东倒西歪的醉汉，而是更多思维敏捷的民众。当然，大量的金币白银也开始离开瑞典的国库了。于是质疑的声音开始从某些贵族阶层中悄然传开。1718年，卡尔12世在挪威阵亡。到了1750年，在短短的32年里，瑞典便经历了2代王朝。咖啡没了卡尔12世这个死忠粉，慢慢的被冠以魔鬼的饮料，赶出了主流饮品市场。时间来到了1746年，皇室里迎来了一个婴儿，他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古斯塔夫三世。不知道是为了庆祝古斯塔夫诞生的突发奇想，还是他老爹阿道夫·腓特烈怕儿子会像他的祖辈一样沾染上咖啡因，在同年，皇室就颁布了一项禁止咖啡和茶的法令，理由是滥用和过度饮用茶和咖啡，对消费者征收重税，不缴纳此税会有严重的罚款和没收杯子和盘子。后来，咖啡被全面禁止，尽管有禁令，但是消费却还在继续。1760年，14岁的古塔夫和他的老爹看到了一篇来自法国某医生的关于茶和咖啡因的医学论文。这篇文章在14岁的孩子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可磨灭的种子与结论：咖啡是危险的。他越琢磨越觉得咖啡危险，越思考越觉得可怕。但是作为一个高贵的皇室人员，他又必须是理性的，让人信服的。就这样，在咖啡是危险的信念下，一直到1771年，他登上了王位。好巧不巧，正好有一对双胞胎犯了案，被判处死刑。已成为国王的古斯塔夫三世立刻命人阻止，将他们带到了宫殿里，并让他们做出选择：一个人要每天喝3壶咖啡，约1.5升；另一个人要每天喝1.5升的茶。他要通过临床实验来证明咖啡和茶是危险的。于是乎，在18世纪中叶的某一天，史官在他的书里记录下了这次由国王亲自设计的咖啡实验。被派去监督记录的2名医生发现，起初喝咖啡的人会兴奋，整宿无法入眠而焦躁不安；喝茶的人出现了如醉酒的情况，心慌、头晕目眩。他们非常高兴地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古斯塔夫。古斯塔夫相信他们在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咖啡和茶毒害而死。但过了一段时间，这对双胞胎的症状开始消失，甚至看起来还很健康。焦躁的医生们甚至命人加大了剂量，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作用。古斯塔夫此时也无暇顾及他这项伟大的实验，因为他的新政改革遭到了很多权贵们的不满。暗潮汹涌下，危机四伏。1792年3月16日午夜，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举行了一场化妆舞会。古斯塔夫三世早早到场，和朋友们共进晚餐。晚餐期间，他收到了一封威胁要杀死他的匿名信，但是他没有理会，因为此前也收到过无数封类似的信件了。然后他走向舞池，古斯塔夫正在舞池里寻觅今晚的佳人时，被雅各布·约翰·安卡斯特伦和克拉斯·弗雷德里克·霍恩与阿道夫·里堡3人包围。安卡斯特伦在国王身后向他的左背发射了一枪，顿时舞池乱作一团。古斯塔夫逃到一旁大叫：“我受伤了，快带我离开这里！”他就在这样混乱中回到了皇宫。侍卫立刻把歌剧院的出口封锁。安卡斯特伦在第2天早上被捕，对弑君一罪供认不讳，虽然否认也通谋，但是另2人被捕后也认罪了。古斯塔夫三世虽然只是负伤，但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伤口发炎，得了败血症，于3月29日驾崩。而他的实验对象早就无人看管，因为参与实验的2名医生早已因病去世。他们2个在古斯塔夫三世死后又活了很多年，有史料记载，他们活到了80多岁。此后1794年，
政府再次试图禁止咖啡。该禁令于1799年和1817年2次更新，但从未成功杜绝咖啡饮用。1823年禁令解除后，咖啡成为了瑞典的主要饮料，从此成为了世界上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之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